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哥布林骑士剧场版的内容。影片一开始，金发的女剑士正带队在雪原上剿灭哥布林。面对冒险者凶猛的攻势，哥布林完全不是对手，剑士和术士联手降下落雷，将雪原上的怪物尽数歼灭。随后，小队信心满满的朝着雪原深处进发。不久之后，哥布林杀手收到了剑之圣女的来信，一位千金剑士离家出走，成为了冒险者。接到一则消灭哥布林的委托之后，就行踪不明。他的父母委托工会寻找，工会找到了圣女，于是圣女将任务委托给了杀手。于是杀手小队来到千金剑士最后来到的北方雪原，并歼灭了入侵村庄的19只哥布林。最后一只哥布林想跑，精灵射出杀手递来的剑，没想到箭头是断的，哥布林拔出剑柄逃走了。精灵问杀手原因，杀手只说有自己的计划。解救下村民之后，杀手表明身份，小队会在村庄借宿一晚，明天上山去寻找千金剑士。神官和精灵相伴去泡了温泉，说起了精灵离开森林冒险的理由。精灵说自己看到了随河水漂流的叶子，就想知道它到底会飘向什么地方，于是一路跟着叶子来到了人类世界。人类羡慕精灵的美丽和长寿，精灵羡慕人类的感情。这个世界总是不能如自己所愿。千金剑士的小队买光了村里的储备粮食，杀手推测他们可能在进行长期的追击战。杀手向村长要了附近的地图，但是哥布林巢穴内部情况不明，数量也不明，冒险者的生还可能性也很小。因为村长说最后一次见到千金剑士，对方已经很虚弱了。第二天，小队整装上山寻找哥布林的巢穴。精灵问起杀手给他断剑的理由，断剑虽然拔出来了，但是箭头就会留在体内，铁是有毒的。等哥布林回到巢穴之后，肉就会腐烂，然后疾病就传播开了。北方太冷，蜥蜴畏寒，冻得打哆嗦。天黑后，小队找到了哥布林的巢穴，在入口处稍作修整后潜入。洞穴里没见图腾，说明没有哥布林萨满。但是从他们对村庄的袭击和消灭冒险者这点来看，哥布林中一定有指挥的智者。小队很快发现了哥布林的踪迹，神官亮起圣光，17只哥布林被尽数歼灭。然而其中一只却趁其不备射伤了精灵的腿，大家赶紧围上前给精灵拔剑，却没想到剑柄居然是断的。杀手仔细观察了射箭的哥布林，发现他就是之前被精灵射伤的那一只。哥布林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断剑伤人，杀手非常疑惑，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应该这么强的。铁质的箭头留在精灵的伤口里，不挖出来就会腐烂。矮人点起火，杀手让精灵咬住地图，他动手将箭头从伤口里挖了出来。精灵疼得惨叫，不过好在包扎好了伤口。随后小队在一间洞窟里发现了赤身裸体躺在祭台上的千金剑士，这里是祭祀邪神的神殿。神官在剑士的后脖颈处发现了被烙印的图腾，绿月是传说中哥布林来的地方。在这群哥布林中，有能和邪神沟通的哥布林圣骑士，负责教育哥布林，率领他们肆意掠夺。千金剑士陷入回忆，他认为哥布林会袭击村庄是因为粮食储备不足，所以他堵住了哥布林的巢穴，带领小队成员守株待兔，进行断粮战。刚开始还一切顺利，但是越到后面，哥布林的数量越少。干等了几天之后，哥布林一个没出来，倒是他们先弹尽粮绝了。于是分歧逐渐产生了，剑士不愿意半途而废，事后被人耻笑说败给了哥布林。大家都觉得剑士的策略有误，还联手将他排挤下山，向村民寻求物资，拉着沉重的物资上山。剑士心里满是不甘，区区哥布林就搞得他们如此狼狈。而就在他露宿野外之时，却遭到了哥布林的突袭，同伴的头颅被扔到面前，剑士惊慌失措，想要拔剑，却发现剑柄因为结冰冻住了。就这样失去武器的他被哥布林抓住，肆意凌虐。剑士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获救，杀手问了他之前的情况后离开房间，和小队一起商量起了对策。不同于大家信奉的正统智慧神，洞窟里的觉知神是界外的智慧神。正统智慧神坚信一切苦难与挫折都是获取知识的必要过程，而觉知神则会无差别的授予知识，于是就产生了歪门邪道。赋予哥布林知识的正是觉知神。杀手发现雪山的顶部有一座矮人曾经的堡垒，这应该就是哥布林圣骑士所在的哥布林大本营。就在大家思考对策之时，剑士走出来表示要一起去，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说着他割下长发当做报仇的定金。第二天一早，蜥蜴矮人和杀手打扮成邪神的信徒，将精灵神官和剑士关在笼子里，当成战利品抬上山，打算以送贡品的名义混入堡垒。见女孩们穿得少，冷得发抖，杀手用布将笼子盖住，并给了他们封有呼气法术的水呼吸指环。剑士因为之前的经历不愿意接受小队的好意，神官赶紧凑上去和他贴贴。靠着邪神祭司的身份，小队果然成功混入了城堡。巢穴里哥布林的数量非常多，哥布林萨满带着小队一路来到地牢，刚打开牢门，剑士就跟疯了一样冲出来，左右开弓，挥拳轰死了萨满。神官上前拉架，结果被萨满的小刀误伤，杀手捅死了想要通风报信的哥布林。精灵不明白杀手为什么带着这么个麻烦精，杀手只说谁都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，就连他都不例外。小队换好衣服离开地牢，找到武器库，带走了一部分武器，蜥蜴施法将其他的全部腐蚀。剑士不愿意用别的武器，他要拿回自己镶嵌红宝石的剑。哥布林聚集在广场上狂欢，一身盔甲的哥布林骑士走上高台，杀手一看完犊子，今天是哥布林骑士的戴冠仪式，必须要一名祭司主持，这里唯一的
的祭司刚才被剑士囊死了，剑士一瞅自己坏了事，就想起了他被扒光摁上祭台，强行烙下印记的痛苦，当场捂着后颈，痛苦的大喊大叫。这么大的动静，自然会被发现。哥布林骑士和杀手大眼瞪小眼，一波箭雨就朝他们射来。小队兵分两路，一路去地牢救人，一路强行突围。神官不断安慰着剑士，想让他冷静，但是剑士的心里已经崩溃了，嘴里一个劲儿的胡言乱语。杀手表示自己会杀光这里所有的哥布林，找回他的剑，所以别哭了，再哭大家一起为哥布林算了。杀手在前开路，带着剑士和神官一路冲锋，后面大群的哥布林紧追不舍，剑士追不上，眼看就要掉队，不堪的记忆再度浮现。神官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带着他向前跑去，接连砍杀了30只哥布林后，哥布林骑士从烟雾中冲出，和杀手战成一团。骑士手里的剑削铁如泥，剑士仔细一看，骑士拿的居然是他的红宝石剑。杀手尽力拖延时间，剑士释放出雷电，轰飞围上来的哥布林。杀手趁机带着2个妹子借由绳索跃下城堡，精灵们也成功救下人质出了城，但危机并没有解除。哥布林骑士带着大群的哥布林追了上来，矮人负责给杀手递武器，精灵游走射击，蜥蜴抱着人质，剑士和神官推着蜥蜴，小队一路杀一路逃，最后在一座峡谷边缘停了下来，武器已经用尽了。杀手拟定了最后的计划，独自冲上去砍哥布林骑士，精灵和矮人为他开路，骑士的攻击非常猛烈，杀手正面对决不占上风。见此，他蹲下做出防御姿态，诱导骑士攻击自己的盾牌，骑士也如愿冲了上来。巨大冲击之下，杀手所在的地方扬起了一片血雾，红宝石剑擦过杀手的手腕，插入盾牌之中。杀手挥刀挥退骑士，现在剑是他的了。在杀手的认知里，哥布林笨但不蠢，但这个骑士例外，他又笨又蠢。杀手眼冒红光，一刀割喉，随后指挥剑士施展落雷，结果一发雷下去，周围的哥布林是电没了，雪崩也被电来了，恐怖的雪崩滚滚而来，瞬间将来不及逃走的哥布林淹没。神官施展最后一次奇迹，圣臂牢牢护住了身后的人，铺天盖地的积雪从他们身边涌过，却也淹没了没来得及跑回安全区的杀手。雪崩停止了，就在我以为又要上演一场沉默的15分钟的时候，杀手自己从雪地里爬了出来。他戴了能在水里呼吸的戒指，所以根本不怕窒息。他从雪地里扒拉了半天，把红宝石剑的剑鞘扒拉了出来。他就是因为取剑鞘才耽误了返回。杀手如约杀死了所有的哥布林，给他取回了红宝石剑。剑士抱着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。这场惊险的冒险就此结束。冒险者公会里热闹地庆祝着新年到来。千金剑士打算先回家报平安，再决定以后的事儿，并表示自己会给神官写信来往。好家伙，搞了一顿，这句原来不是男主撩妹，是女主在撩妹。说起杀手，他并没有参加宴会，而是照例待在山崖上放哨警戒。神官给他带去了慰问品。杀手发现哥布林正在不断成长，哥布林骑士占据矮人的城堡是为了其中的采掘工具，抢走红宝石剑是为了雷电锻造矿石的方法。他们在研究精炼金属，以后再遇到哥布林，他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杀手张口闭口都是哥布林，神官有些不满，难道比起大家热热闹闹的吃饭，他更在乎哥布林吗？比起当孤胆英雄，还是和同伴在一起的好吧。就这样，神官陪着杀手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晚饭。